单身主义闺蜜突然跟我说她要结婚了，我惊奇地问她对象是谁？她的笑容和眼神里满是对她的眷恋。他人很好，只不过一直不肯高调谈恋爱，所以只能瞒着你。就连这次结婚，我们也只领个证，不办婚礼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想告诉她这种人不靠谱，但看她满心欢喜，我不忍泼她冷水。晚上，我跟未婚夫说起这件事，他语气冷淡：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爱嫁谁就嫁谁，你别管那么宽了。”闺蜜领证当天，我终究还是不放心，想悄悄跟过去看看，帮忙把把关。我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从民政局出来，看着那个男人搂着闺蜜的背影，我忽然顿住脚步，这才知道闺蜜嫁的人原来是我的未婚夫。顾莫书忽然回头，视线撞上我苍白的脸，脸上的笑容当即僵住，眼中浮现一丝心虚，声音发颤：“念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他立马松开林倩的腰，朝我走过来，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拉我。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我后退一步，嘴唇抖了抖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顾莫书的手愣在半空，像是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看我，又看看林倩。林倩脸上是没收住的仓促和慌张。微微，你别误会，我和顾莫书怎么可能有一腿？人撒谎的时候，就会下意识地越说越多，越说越乱。林倩捏着耳朵，神色不自然。我俩就是开个小玩笑，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领罚而已，不是真结婚。我转过头看他，眼眶开始发烫，鼻腔里酸得厉害。玩笑，我声音都忍不住沙哑地走了调。林倩，你拿我当傻子呢？俩人都搂在一起了，还是玩笑？真是玩笑。你知道我最讨厌男人了，何况是顾莫书。林倩求救似得看了顾莫书一眼，顾莫书对他一脸无奈，看向我点点头，语气却充满宠溺。是啊，他最不待见我了。我胸前忽然刺骨的疼，笑得难看。3年前你跟我说这辈子要单身到底的时候，就已经和顾莫书在一起了。林倩低下头，手指绞在一起，不说话。我强忍着涌上来的呕吐感。林倩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20几年的友谊，谁背叛我，我都想不到那个人会是你。他抬头，眼眶红了。对不起，微微，是我不好，你要打我骂我都行。顾莫书心疼地揽住林倩肩膀，把她往怀里带了带。念薇，你话别那么难听。我承认我们不是因为玩笑领的证。倩倩1年才过1次生日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和我结婚。我们都不想伤害你，早就约定好1个月后就离婚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明年还会过生日，你们打算再领一次吗？不，他每年都会过生日。顾莫书脸沉了下来。你别得理不饶人。林倩上来拉住我手腕，语气很卑微。微微，你别生我的气。我甩了一下，没太用力，他却忽然崴了脚，摔倒在地上。倩倩！顾莫书紧张的声音都变色了。他蹲下去扶他，检查他蹭破的掌心，把他打横抱起来，抬头冷冷地看向我。宋念薇，倩倩最痛苦的时候都没想过要伤害你，她只想要1个月而已。这一次你真的过分了。说完，抱着他朝车子走去。我站在原地，很恍惚，像站在一个很不真实的梦境里。我想过哪天会和顾莫书分手，却认定我和林倩会是一辈子的闺蜜。我们爱好一致，3观相近，唯独恋爱观上她是坚定的单身主义。她看不上顾莫书，因为我才愿意接受她的存在。顾莫书也不待见林倩。你那闺蜜肯定嫁不出去，脾气这么暴躁。微微，求你了，我只想和你过2人世界，下次约会别带你闺蜜了。呸！微微是我的，你才是第三者。这样的2个人针尖对麦芒，背着我在一起领证了，甚至我连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的都不知道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，掏出手机给导师发邮件。几周前 UCL 的 offer 我一直拖着，现在不用了。顾莫书直到深夜才回来。我坐在沙发角落里，抱着膝盖，灯晕笼在我身上，周围全是暗的。他换鞋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大约没想到我还醒着。怎么还没睡？顾莫书走过来，声音放得很轻。茶几上有个玻璃杯，他拿起来去厨房倒了温水，搁在我面前。我爸妈走的那年，我16岁。我的声音平静的察觉不出什么情绪。那半年我整夜睡不着，你就把学校宿舍退了，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让我住，每天晚上坐在我床边，等我睡着才走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林倩也是，我露出一个笑容。她每天中午从2楼跑到4楼给我送饭，她怕我吃冷的胃疼，每次都把饭盒藏着校服下面，用身体捂着。她跑了整整1个学期，小腿都跑粗了1圈。我抬起头看他，下午把眼泪都流干了，现在眼眶干得发涩，眨一下都疼。你们2个是我仅有的亲人了。我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，就是为了以后买房的时候帮林倩一把，这样我们3个人就可以当邻居，永远在一起。顾莫书心疼地抱住我，手臂上的肌肉都在微微震颤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害你伤心了，你怪我吧。我眼神空洞，没有焦距地注视前方。我不想怪你，
我想和你分手。顾莫书身体猛地一颤，双手用力箍住我的肩。不要，我不分。念薇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我和林倩真的只是意外。那天她喝多了，拽着我不放手。我也是鬼迷心窍。忽然，他话锋一变。对了，薇薇，倩倩她很自责，她因为你推她那一下骨裂了，在医院打了石膏。你要不要打电话去安慰一下？她一个人待着，应该也挺无助。我胸口猛地抽了一下，用力挣脱开他的怀抱，站了起来。安慰？你们配吗？顾莫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欺负？我转身回了房间，重重地把门关上。顾莫书敲门，我直接反锁。他站在门外口气。电话响了，他接起来。我听到林倩的哭声，忍不住走到门口。林倩大大咧咧，性格女汉子。以前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回家求顾莫书抱抱，她只会不屑地丢给我白眼。现在哭得比我还伤心。顾莫书安慰了很久。电话结束后，他走到我门前，告诉我要去加班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他等的自然也不是我的回应，脚步匆匆就走了。手机上林倩的消息弹出来：微微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我不想你受到伤害，也不想我们俩的感情被一个男人影响，所以我才一直憋在心里。但他每天在我眼前，我看着你们恩爱的样子，看着他对你好的样子，我很羡慕你。为什么我就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？我做了糊涂事，都是我的错。莫叔是被我逼的，你别怪他。不信你看。他发过来一段视频，是在他家客厅，顾莫书坐在沙发上，林倩跨坐，搂着他的脖子亲。他两只手垂在身侧，手指蜷了蜷，慢慢抬起来，落在他的后腰上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进卫生间呕吐。很快，林倩又发来消息：微微，你怪我吧，让我再自私一次。今晚我脚疼的睡不着，你再把它借给我一个晚上，好吗？我出去漱了口，给他回信息：如你所愿，它是你的了。顾莫书是第二天上午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准备留学用的材料。念文，还在忙，别太累了。我偏过头，他身后站着林倩，右小腿打着石膏，架在拐杖上，被他半搀半扶地挪进来。顾莫书食指蹭了下鼻尖。那啥，倩倩一个人在家不方便，你们俩好朋友嘛，照顾起来也容易些。我目光在他们二人身上停顿了一下，平静地挪开，把注意力重新放回电脑上。屏幕里显示的是伦敦的租房信息，拐杖敲击在地板上的声音一点一点挪进来。微微，我知道你在生我气，换谁都得生，但你真的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吗？真的要和我绝交吗？我划着鼠标，没有接话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黯然地说：我明白，那我还是走吧。顾莫书连忙拉住他：你走哪儿去？家里就你一个，上厕所都不方便。他瞥了我一眼，压着声又补了一句：你别瞎想，先去客厅沙发上休息一下，我来和他说。说着，顾莫书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，合上了我的笔记本电脑。念薇，你跟林倩打个招呼，以后还一块过，别闹那么难看。一块过。我仰头看他，他弯下腰凑近我，压低声音：我和他1个月就离了，安安稳稳把这1个月过去行不行？你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在这儿呢，有什么错是不能原谅的？况且他爱一个人也没什么错。我被顾莫书的无耻言论震惊到了，原来这就是我曾经爱的死去活来的男人。一旦祛魅后，便觉得和普通男人没有任何区别。客厅那边，林倩短促的啊了一声，我偏头看去，他歪在沙发扶手上，石膏腿抻在一边，像是摔倒了。顾莫书立马冲过去，拖着他后背，把他挪平在沙发上，又拿了一个软靠枕垫在石膏腿底下。他蹲在沙发边，问他碰到哪儿了，声音柔的我只在热恋期见过那样的他。林倩摇头，挤出个笑：没事儿，拐杖没撑稳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挪开。这1个月我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。微微，你不会真生气的吧？毕竟法律上，我现在和莫叔算一家人了，住在一起也说得过去。他的尾音轻轻翘了一下，像从前跟我炫耀新裙子时的语气。我站起来，抱起电脑，回到卧室，拉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，重新走回客厅。你说的对，现在你们才是一家人，该离开的人是我。林倩的脸色刷一下苍白，我突然觉得胸口没那么难受了，准备离开，顾莫书却猛地夺过我的行李箱，狠狠摔在地上，锁扣崩开，叠好的衣服哗啦散了一地。你哪儿都不许去，就1个月，这1个月你给我待在这儿，亲眼看着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顾莫书像是怕我真走，也可能是怕没人照顾林倩，请了年假，反锁了家门。我懒得再争，总能找到机会走的。只不过主卧我嫌恶心，不想住了。我抱着被子搬进客卧，经过客厅时，顾莫书正蹲在沙发边给林倩调靠枕。你干什么？把主卧让给你们。我没停步，顾莫书有些气急。宋念伟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都说了，我和林倩不会有半点实质关系。你睡主卧，他睡次卧，我睡沙发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你的决定与我无关。我平静地回到房间，反手锁门。之后2天，我就当着屋里没别人，吃自己的饭，做自己的事。顾莫书确实每晚都睡在沙发上，进出都故意把动静弄大，像是做给我看。林倩在厨房里忙活，拄着拐杖，单脚跳来跳去洗菜切菜，锅铲磕在灶台上当当响。她把饭菜端到我主卧门口，敲2下门。微微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番茄牛腩，你尝尝。我戴着耳机看电脑，她又敲。我知道你气我，你吃一口也行，别饿着自己。我还是不理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外静了，然后咣当一声响，紧接着是林倩的惊叫和碗碟碎裂的脆响。我皱着眉打开门，看见她摔在厨房地砖上，拐杖甩出去老远，碎瓷片和牛腩汤溅了一地。顾莫书从书房冲出来，愣住了。宋念威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气他我理解，但你不能糟蹋别人心意。除了倩倩，还有谁腿瘸了都给你做饭？见我嘴唇发抖，她反而更变本加厉。还不服气吗？算了，你给林倩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你们俩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不要闹成这样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冷冷关上房门。林倩又哭了，顾莫书安慰她：别生气了，微微她，永远那么拎不清，一点不像你善解人意。我握着门把的手收紧了。晚上我起来喝水，经过侧卧时，猛地听见里面压抑着事后的喘息。1个月后我真的舍不得。莫叔，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？顾莫书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我听见他说：再拖拖吧，他那边我去哄。从小到大他生气没有超过半个月的，这世上他就剩咱们2个亲人了，再生气能气到哪儿去？离了我们他还能靠谁？我端着水杯站在走廊里，手指握着杯壁，冰冰凉。第二早上，顾莫书带林倩去医院复查，门一关，我立马收拾好东西，打车去机场。路上堵车，司机一个急刹造成追尾，我额头磕在前排椅背上，眼前一黑。我摸到手机，避开顾莫书的号码，拨通了另一个朋友。喂，我出车祸了。求救完以后，我就失去了意识。医院里，顾莫书小心翼翼地扶着林倩坐下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骤然响起。喂，顾莫书，微微在锦湖大道遭遇车祸，我已经打了120，但是堵车有点严重，你赶紧过去救她。不等顾莫书有所反应，林倩就抢先开口：肯定是假的，不然他直接就向你求救了，非要绕这么一大圈。喂，你听见没有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肯定是想和你和好，又抹不开面，就撒了这种话让你去找他。顾莫书淡淡应声：你说的对，别挂，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。他随手掐断电话。倩倩，我去帮你拿药，乖乖等我回来。从药房回来的路上，顾莫书路过急救大楼，正好撞见救护车拖下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，脸被白布盖着，但垂落下来的手腕上绑着他亲手为宋念威做的手链。他猛地僵在原地，通知医生，手准备急救。中装药的塑料袋脱手坠地，药盒顺着地面翻滚出去老远。伤者是谁？怎么回事？顾莫书抓住旁边一个推担架的护工，嗓子劈了。护士被扯得一个趔趄。锦湖大道那边出车祸了，货车追尾，快让开，伤者需要急救。护士急忙把他推开。顾莫书呆呆地看着那满身是血的人被推远。锦湖大道，锦湖大道。顾莫书，微微在锦湖大道出车祸了，我现在已经打了120，你赶紧赶去医院。他的脸刷得白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他嘴唇哆嗦着往前扑，手术准备。一左一右先生不能进去，先生您不能进，病人危在旦夕，必须立刻进手术。我是他家属，让我进去看一眼。家属在外面等。护士把他往后推了一把，手术室的门合上，顶上红灯亮了。顾莫书被撂在走廊里，白炽灯嗡嗡响着，照得墙壁惨白一片。他抬手狠狠搓了一把脸，来回走了2步又停住，后脑勺抵在冰凉的墙上，闭上眼。他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？他当时是不是很疼很害怕？可他是怎么做的？听信了林倩的话，没有犹豫的就把求救电话给挂了，甚至心里还有了些宋念威低头的小得意。顾莫书忽然觉得自己的头好疼，手机在口袋里震起来。他掏出来看见林倩的名字，手指抖了抖，还是接了。莫叔，你拿个药那么久，我轮椅都借好了，你回来接我啊。念威出车祸了，就在3楼手术室。电话那头戛然而止，说完他无力地挂断电话。几分钟后，林倩推着轮椅出现在走廊拐角，他看见顾莫书靠在墙上揪着自己头发，轮椅转得磕磕绊绊，飞快朝他靠过去。念威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医生怎么说？顾莫书抬头看他，眼睛是红的，眼白里全是血丝。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，我肯定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。他当时一个人，肯定很害怕。我不知道他是真的。知不知道都不重要。顾莫书打断他，他把头又埋回手里，肩膀缩起来，闷着声音说：我居然信了你的鬼话，我居然信了你的鬼话！手术室的门在这时候开了，顾莫书猛地弹起来冲过去，林倩也推着轮椅往前凑了2步。他怎么样了？护士脱下帽子，神色悲伤。
病人失血过多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。顾莫书觉得后脑勺嗡的一声，眼前黑了一片。你再说一遍。护士把手臂从他手里抽出来，退了一步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尽力了。病人送来的时候失血过多，已经休克了。不可能！顾莫书吼了一声，膝盖一软，跪在了手术室门口的地砖上。他整个人弓着背撑着地，额头抵在冰凉的地面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。他不可能死，他不可能，他早上还好好的。林倩从轮椅上轻身下来，手搭在他后背上，声音也带着哭腔。莫叔，念威走了，他在这世上就咱们两个最亲的人了，咱们得振作，得替他料理后事，不能让他走都走得不安心。顾莫书猛地抬头，他眼睛是红的，鼻尖通红，脸上分不清是汗还是泪。他盯着林倩的脸看了2秒，忽然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把人从轮椅上拽了起来。林倩惊叫了一声，整个人被他拎着往前踉跄了半步。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，他不会跑；要不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去接他，他不会死。都是你！林旁边护士赶紧过来扶他，回头冲顾莫书斥了一句：“先生，你这是犯罪！病人刚走，你就这样对待他朋友？”顾莫书没听见，整个人失魂落魄的。突然，他身后另一扇手术室的门从里面推开了，一张病床被推出来，推床的护士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病历架，扬声喊了一句：“宋念威家属在不在？宋念威家属！”顾莫书猛地回头，只见那张床上躺着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，头上缠了一圈纱布，脸上有擦伤，嘴唇没什么血色，但呼吸均匀。但那张脸他认了7年。念文，他从地上连滚带扑过去，扒着床沿凑近了去看。活的，活的。他转过头去看刚才那个护士。你们放心，病人只是头部磕伤缝合，没有生命危险，观察几天就好了。顾莫书把脸埋在床沿边，哭出了声。林倩亦步亦趋走过去。莫叔，我来帮微微擦身体。你别过来！林倩脚步一顿，顾莫书连头也没回。他不想看见你，你离开吧。他捂住自己正在流血的伤口，慢慢低下头。床上的宋念威睫毛动了一下，顾莫书立刻凑近他。念威，醒了，你别动。医生说你没事了。宋念威的眼睛慢慢睁开，瞳孔聚焦了一会儿，视线落在他脸上。请问你是哪位？听到这句话，这个陌生的男人愣在床边。我觉得他莫名其妙，攥得我特别紧。我的手抽了好几次才抽出来。念威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是顾莫书啊，你未婚夫。我看了2、3秒，脸是生的，眉眼鼻梁拼在一起，陌生的很。我摇摇头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没有亲人，更不可能有未婚夫。怎么可能？薇薇，他眼眶红了。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从高中就在一起了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父母早没了，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。薇薇，另一个声音凑上来，我偏头看去，那个女人拄着拐杖，一条腿打着石膏，小心翼翼往床边挪了一步。我是林倩啊，你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忘了吗？她的眼睛通红，脸上全是小心翼翼的讨好和焦急，可我看她还是陌生。我靠，该不会是骗子吧？我警惕地把被子往上拉一拉。我不认识你们，再烦我就报警了。顾莫书伸出的手顿在半空，他绝望地看向医生。医生，他怎么不记得我了？他是不是还有哪里伤着？医生推了推眼镜，初步诊断应该是选择性失忆，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做进一步检查。当然，这个恢复记忆的话，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，可能一会儿就想起来了，可能一辈子都想不起来。顾莫书大吼一声：“不可能！”他扑过来抓住我的手。念威，你还记得你爸妈去世以后是谁陪着你的吗？我租了个房子让你住，每天等你睡了才走。林倩每天都给你送饭，跑了整整1学期。我把脸侧过去对着墙。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约会吗？学校后门那条街上的麻辣烫，你被辣的眼泪汪汪，还逞强说不辣。我把你那份也吃了，你看着我吃。你好吵！我背对着他说。念威，你再想想。请你们出去。我把被子蒙过头顶，声音闷在被子里。我要休息了。身后的人没有动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影子投在我面朝的那面墙上，肩膀在不断的发抖。过了一会，我听见护士推药车进来的声音，她换吊瓶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：“林小姐，腿恢复的怎么样了？”我转头问护士：“你认识他们？”护士熟练地换上新的吊瓶。是啊，这不是前几天林小姐在骨科孙大夫那儿打石膏，这位先生一直陪着，忙上忙下的，可恩爱了。我记得他们好像说是新婚小夫妻吧。听到这段话，他们俩的脸不知道为什么瞬间白了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果然是在骗我，还什么未婚夫？你们俩是不是想合伙来骗我的钱？”也许被拆穿了，顾莫书的脸变得十分难看。不是的，薇薇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个护士说的这样。我扬声喊：“护士小姐，我不认识他们俩，
我怀疑他们是医院里骗病人的惯犯，麻烦你帮我把他们赶出去。护士看了看我，按了床头呼叫铃。2个保安进来的时候，顾莫书还在喊：叶文，你信我，我真的只爱你一个，我跟他领证是假的。护士帮我掖好被角。没事了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没想到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居然还是骗子。你好好休息，他们不会再来了。我道了一声谢谢，没有理会顾莫书的叫喊，沉沉的睡去。第二天下午，我还在睡午觉，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睁眼时，顾莫书出现在我床尾。只见他头发乱着，衬衫领口半敞着，手里拿着一张红色的纸。念薇，你看离婚证，我今天就去办了，跟他彻底没有关系了。念薇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有错，是我没忍住诱惑，他勾引了我，我就在你们2个中间晃一的那一个。我跟他只是玩玩，我爱的只有你。尤其是这次车祸之后，我以为你要没了，我真的快崩溃了。如果你真的死了，那我就跟着你一起去了。念薇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别不说话，理理我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见我还是不说话，他窸窸窣窣从口袋掏出一个破碎的手机。这是你的手机，是在你车祸现场找到的，警察交给我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还有照片。我真的是你未婚夫。我将信将疑的拿过手机，点开相册，刚看了没几眼，就看到一段水乳交融、带着轻微喘息声的视频。等我看清里面人物，狠心的把手机一扔。你有病吧？你拿这个给我看，你暴露癖啊！小心我报警抓你！顾莫书捡起手机扫了一眼屏幕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他捏着碎屏的手机，你手机里怎么会有这个视频？他突然想起来什么，林倩给你发的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以为话我会信？音未落，病房门又被推开了。林倩坐在轮椅上进来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。她看见屋里站着的顾莫书，愣了一下。顾莫书2步冲过去，手机举到他眼前。你居然偷拍我，为什么给他发这个视频？林倩往后缩了缩，我只是想给他证明你是被动的。那天是你喝多了。放屁！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故意发给他看他难受，你故意让他走。他一把抓住林倩的衣领，把她从轮椅上拎起来。石膏腿悬空晃了2下，林倩尖叫一声，2只手乱挥着去拍他的手背。莫叔，你松手，我骨头还没长好。你长不好了，你信不信？他把他整个人往地上扔，轮椅单把砸在地砖上，林倩的后脑勺磕在长腿上，咚一声闷响，他蜷在地上抱着石膏腿发出短促的惨叫，鼻血一下就涌出来了。顾莫书膝盖压在他胸口上，一手揪着他领子，一手落下去。林倩的脸被打得偏过去，嘴角破了皮，渗出血丝。我让你发视频，我让你装可怜，我让你害他。林倩的尖叫声和哭声混在一起，走廊上有脚步声跑过来。护士推开门间，叫着喊人，2个男医生冲进来，把顾莫书从林倩身上撕下来。他还在怔，嘴里骂着你他妈毁了我。保安跟进来，架住他胳膊往外拖，他一路快翻了药车，玻璃瓶叮叮当当碎了一地。叶薇，你走啊！门关上了，喊声和乱糟糟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走廊外头有人喊叫警察，地上狼藉一片，保温桶打翻了，洒出来的东西糊了一地，轮椅侧翻在旁边，轮子还在慢慢转。林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鼻血流了满脸，嘴角裂着，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天花板。他的腿上石膏裂了一道缝，护士蹲下去扶他，碰到他后脑勺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抽搐了一下。接着好几个人涌进来，七手八脚把林倩抬上担架推走了。病房空了，我慢慢躺回去，把被子拉上来盖到肩膀。外面走廊里有人在跑，有人在喊。我闭上眼，听见自己心跳慢慢平下来，一下一下，很稳。出院的那天阳光很好，我下楼的时候看到了隔壁的病房上的名字，我站了一会，走了进去。林倩躺在床上，石膏从右小腿一直裹到大腿根，左手臂也打着石膏，额角贴着一块纱布。她偏头看着窗外，听见门响转过来，目光落在我脸上的时候顿了一下。你来了，坐吧。她的嘴唇还是裂着，结了深色的痂。你的失忆果然是装的。我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，然后轻轻笑了一下，扯到嘴角又嘶了一声。真好，以前你撒谎的时候，眼睛总是忍不住往旁边飘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微微也是长大了。你看出我是装失忆了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真失忆假失忆有什么分别吗？反正他无论你什么结果，他都会选你。况且我也知道你装失忆无非是不想原谅我和他，那我又何必戳破呢？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，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，我自己也说不清。大概是你第一次带他跟我一块吃饭那天，他给你剥虾，剥完搁你碗里，你吃得很自然，连谢谢都没说。我忽然就很想尝尝那只虾什么味儿。之后每次见面我都在看他给你夹菜，看他等你下课，看他手机屏保是你照片。我看得越久就越想把他抢过来。后来我发现了，他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。别闹！他享受我凑近他，他嘴上说不要，但他从来没推开过我。那天喝酒是我故意的，我算好他喝到几分的时候会松劲儿，
算好穿什么衣服，他最容易被拽住。他的手最后落在我腰上了。那个视频你看了吧？我点头。我逼他领证也是故意的。我说你不答应我就告诉微微，他就答应了，又让我瞒着你。我说好，假装单身主义。后来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做地下的那个，我就故意告诉你我要结婚，故意把领证日期说出来，我想让你自己撞见。他停了很久，窗帘被风吹起来一点。我嫉妒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都没做，你父母双亡，人又丧，整天闷闷的不爱说话。父母双亡，可他就是选你不选我。况且你那么好欺负，那么软，就算我抢了他，你也闹不僵。你最后还是会原谅我，我们还能做朋友。我那时候真这么想的。他偏过头来看我，眼眶里好像有眼泪，但没掉下来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说这个没用，可我欠你一句，我们俩再也没办法回到从前了吧？我站起来，好好养伤。走到门口，我停了一步，回头看他，再见林倩，再见那个16岁的时候为宋念威不顾一切的林倩。听说顾墨书打了林倩后就入狱了，我没去看他。出院1周后，我就飞了伦敦，登机前把国内手机卡抽出来掰断扔进了垃圾桶。我专心致志的读研，毕业后拿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顺便也拿了绿卡。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顾墨书还能找我。当我从公司大楼走出来，他正呆呆地站在大楼门口。他瘦了很多，颧骨凸出来，头发剪得很短，穿了件灰扑扑的外套。他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嘴唇抖了抖没发出声音，往前走了2步又停住，像怕步子大了把我吓跑。我和他擦肩而过，他却喊住了我。念威，求你给我10分钟。我们找了家咖啡馆坐下，他把咖啡端过来，手是抖的，杯子搁在桌面上晃出一圈涟漪，洒了几滴出来。我刚出来2个月，打听到你在这边就订票来了。这几年的每一天我都在想你，我想起我做的那些事儿，晚上根本睡不着。我跟他彻底断干净了，出狱以后1次都没去看过他。念生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他说完就一直盯着我，眼里的东西很稠。我从包里抽出一张请柬推过去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抽了一棍子，脊背猛地塌下去。请柬上的日期是下个月，新娘那一栏印着我的名字，新郎那一栏印着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姓氏。你要结婚了？项目组同事，如果你愿意来的话，欢迎。他忽然伸手来拉我，我站起来避开了。咖啡馆的玻璃门被推开，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，棕色头发，穿着卡其色风衣，朝我笑了笑。我也笑了笑，拿起包朝门口走去。走过顾墨书身边的时候，我没低头看他。玻璃门合上的瞬间，我从反光里看见他还坐在那里，一只手撑着额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面前的咖啡一口没动，白气袅袅升上去，散在空气里。喂喂，他是谁？他看起来很难过。丹尼尔替我拉开车门的时候说，我系好安全带，看着后视镜里咖啡馆门口越来越小的那个身影。一个陌生人罢了。车子平稳驶离咖啡馆，丹尼尔察觉到我眼底残留的淡淡疲惫，抬手轻轻抚住我的手背，温声安抚。要是不想再见到他，以后上下班我都来接你。我侧头看向身边温和包容的爱人，心头积压多年的郁结彻底散了大半，轻轻点头。不用特意费心，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了。回到我们一同租住的小公寓，暖黄的落地灯铺满客厅，餐桌上摆着丹尼尔提前做好的奶油蘑菇意面。我卸下外套，翻出压在抽屉最底层的旧相册，里面夹着少年时期和林倩的合照，还有曾经与顾墨书相伴7年的点滴。指尖抚过泛黄相片上3张笑作一团的人，心底只剩一片平静，再无半分酸涩。当晚，我给国内相熟的老友发去消息，顺带问起林倩与顾墨书的近况。没过多久，老友的消息一条条弹了出来。当年顾墨书故意伤人，情节恶劣，被判了3年牢狱。林倩全身多处骨折，落下永久后遗症，右腿再也无法正常久站。后来独自回了老家小城，开了一间小小的花店，极少与人往来。老友叹息：前2年我偶遇过一次林倩，她瘦得不成样子，提起你就掉眼泪，说这辈子最后悔就是一时嫉妒毁了你们3人。她托我转告你，不奢求原谅，只希望你平安顺遂。我看完消息，沉默许久，没有回复。伤害已经刻在骨血里，原谅做不到，怨恨也早已随岁月淡去，只剩下彻底的释怀。1周后的周末，我和丹尼尔挑选婚礼场地，教堂临海，窗户外是一望无际的碧蓝海面，风里裹挟着海盐的清爽气息。丹尼尔从身后环住我的腰，下巴抵在我的肩头。我查过中式习俗，如果你想，我们可以简单办一场中式孝行仪式。尊重你的过往。我转过身抱住他，眼眶微微发热。从前我总以为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会牢牢攥在手中，可当年最亲近的2个人联手将我推入深渊，是眼前这个温柔的男人。
一点点抚平我所有创伤，教会我重新相信爱意。就在婚礼请柬全数寄出的第3天，顾莫书再一次出现在公司楼下。这一次他没有上前拉扯，只是远远站在人行道，手里攥着一个褪色的布盒子。下班时，丹尼尔紧紧牵着我的手，主动迎上前，用流利的中文平静开口：先生，微微很快就要和我成婚，过去的事已经翻篇，请你不要再纠缠他，不然我们会直接报警处理。顾莫书抬眼看向我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将布盒子递过来。这里是当年我亲手给你做的手链，车祸之后一直留在我身边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把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。我不会再来打扰。我没有伸手去接，淡淡开口：不必了，当年那场车祸，那条手链就该留在原地，连同所有过往一并埋葬。顾莫书的手臂僵在半空，指尖微微颤抖，盒子啪嗒掉在地上，里面碎裂的手链滚了出来。他弯腰捡时，肩膀剧烈的抖动，压抑的哭声断断续续飘过来。我没有回头，任由丹尼尔牵着我的手，径直走向停车的地方。婚礼当天，阳光明媚，海风温柔。我身着简约的白色婚纱，站在神父面前，看向身旁满眼接受我的丹尼尔，清晰笃定地说出我愿意。仪式结束后，宾客散去，我独自走到海边礁石上，远处海平面落日融金，波光粼粼。脑海里闪过16岁父母离世后，顾莫书彻夜守着我的模样，闪过林倩揣着温热盒饭奔跑的身影，最后定格在民政局门口两人相拥的画面。那些温暖与背叛交织的过往，到此彻底画上句号。丹尼尔缓步走到我身侧，将薄外套披在我的肩头，轻声问道：在想什么？我挽住他的手臂，望着无边大海，唇角扬起松弛安稳的笑意。在和过去告别，往后我只有崭新的人生。海风掠过耳畔，所有痛苦、遗憾、执念尽数消散，往后前路漫漫，只有温柔与光明相伴。